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4星角色学1的角色攻略。首位毁灭量子输入角色相比同为4星的输入清确表现如何呢？希望看完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10经验，同视频对转发权都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同时还有5经验拿，谢谢。先来看一下学1的3维数值面板，1000出头的一个生命值，攻击力599防御力396。和另外2位毁灭4星角色差不多，不过呢，初始速度是103，在毁灭当中排第1了。先来看一下学1的技能，战绩是一个常规的单体扩散伤害，主单位2削刃，其他各1削刃，总共4点。然后10级倍率是140，然后旁边是70。而终结技能10级是250的倍率单体的，虽然倍率低，但是可以无视敌方的一个弱点，造成一个削刃。触发是量子击破效果的。而且根据削刃越多造成的伤害越高，10级是60%的增伤了。大招是无击破弱点加成，可以造成4点削刃啊。而学1的关键天赋是可以叠加2爆的，在角色旁边显示这个数字。零星魂情况下达到80%可以自动释放一个3段随机单体伤害的追加攻击。以我7级来说，总共可以造成200多的倍率伤害，和战绩倍率总体差不多吧，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免消耗的一个战绩。这个可以靠自身以及队伍角色削刃叠成的，不过需要注意是每个队友攻击只能最多叠1层，也就是说学1配对里以及自己需要尽量多打弱点为主，才能发挥出学1的实力。然后看一下额外能力方面的，提升自身的伤害数值，根据击破特攻100%的数值最高240增伤，也就是说每1点击破特攻可以转换成1%增伤了，非常好理解啊。这也导致学1的增伤城区非常爆炸。仪器方面需要带攻击球能力2削刃带50%，提高10%的大招增伤了。要考虑增伤这么多了，这个只能说锦上添花吧。能力3 2爆层数可以溢出了，这一点就是你快满层的一个2爆层数了，开大招也不会浪费了。所以说学1的总体机制看下来并没有下毒，技能除了普攻都要升级的。要考虑到4星角色上限问题要想作为输出角色，那么技能最好是升满的。行技的37.3%的一个击破特攻必须解锁，8%量子伤害以及12%的生命值尽量解锁即可。秘技这里说一下，虽然官方没有写，但是经过测试秘技造成的削刃是可以叠加2爆层数的，并不是单纯的伤害而已。而且刚才忘记说了，追加攻击是无法叠加2爆层数的，但是可以恢复能量。学1的配对也是比较简单了，作为一个毁灭量子输入角色，自身机制需要通过削刃叠层打伤害的。以本期混沌石上半为例吧，有量子火雷为主的。那虽然第2波没有量子，但是学1大招可以无视敌方弱点，弥补一些作为4星数值的短板咯。配对就是艾斯达以及停云提供攻击力加成，浮玄可以提供暴击率以及生存，顺便削刃叠层2魂学1 788的技能打了5个回合，还算不错吧。前面行技也看了，学1没有加攻击力的属性，增伤倒是比较多了。那么搭配攻击力加成为主的角色，总体收益比较大。根据环境可以把艾斯达换成航压，停云换成佩拉。目前版本学1最佳辅助角色是软梅因为软梅的行技可以给全队加20%击破特攻，以及战绩击破效率提高，从而让学1叠层更快，打出更高的伤害。把艾斯达换软梅，大招伤害从5.7万变成7.5万了数字互换了，人也换了，很合理是吧？而且软梅还有一定的击破伤害，充当一个小副 C 定位也很不错相比艾斯达的那个队伍快了1个回合左右吧。对于混沌越来越难来说，1回合提升也是非常大了。关追选择上，考虑到学1非常高的增伤关追首选黑塔的精武星神陨落，非常好用。那终于不再是次选了，星神终于站起来了。其次呢是用影月、净流刃、克拉拉各自装武均可，根据你的暴击率情况来调整就行了。4星首选在狼天下蝶舞，如果是低蝶就不太好用了次选野鼠党的加攻击力。秘密4星考虑增伤比较多了，就不是很推荐了，不过高蝶影还是能用就是了。在生物选择上，首选击破套，不仅可以转换增伤，还能打出可观的击破伤害，击破还能回能，提高回转。如果像我一样没有刷到比较好的一个击破套，无脑量子套即可，都差不多。内圈防星或者煞手图都可以。盗贼需要145速度才能吃到那个效果嘛，就要求比较高，不推荐。常规的暴击爆伤衣服、攻击鞋攻击球，
前面也说过了，真伤太多，带攻击球会比较好。神之呢是一定要带击破特攻的，64.8%可以转换成64.8%的真伤，非常离谱啊！击破特攻尽量能高则高了，100以上就差不多能用了啊。需要的属性就是击破特攻等于双爆大于攻击力为主，这4个就可以了。最后来过一下星魂方面的一魂天赋追加提高4%真伤啊，雪衣应该是目前真伤区最高角色了，给的非常多啊。2魂天赋追加无视弱点以及可以回血了，算一个自变吧，提高一个容错率。4魂开大提高40%击破特攻，这个提升会大一点，毕竟全部都加，而且很打出一波比较高的击破伤害。6魂把原来8层变6层了，加快了追加攻击的次数。雪衣的星魂整体提升下来呢还是比较大的，但是考虑到4星满星魂成本巨大，推荐2星魂培养起步吧。满技能打满混沌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不知道各位的血衣都几命了呢？可以打在弹幕上让我看看吗？个人觉得6命血衣强度和6命青雀之间嘛，还真不好说，毕竟一个是比较看脸的，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嘛。个人觉得有软梅加持下，满命血衣会更强一些吧。这个就需要等待时间去验证谁具体比较强一些了。好了，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。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